Hello， 大家好，我是酷索，又来到了我们这一期的节目。那这期节目呢，我想带大家走一条经典的京都散步路线。没错，看到我背后这个地方，大家应该知道，我现在是在龙安寺。那今天会带大家走一条从金阁寺到龙安寺2大世界遗产之路，可以说是来京都旅行必须要走的一条路啊。那其实这2个世界遗产之间呢，它们相隔1.5公里。那这1.5公里呢，中间有一条叫做伊利之路的世界遗产之路，串联起来是一个非常适合散步的路线。那我们今天呢，因为我们先来到龙安寺，所以会带大家去逛一逛龙安寺，再去逛一逛金阁寺，让大家了解一下世界遗产为什么会成为世界遗产，以及它代表着京都什么样的文化特质在里面呢？那好，我们就先去龙安寺吧。你来过龙安寺吗？没有这是第一次来。哦，你居然没有来过？那你有听说过吗？就只有知道它是枯山水而已。对，就是我觉得你知道这个就够了。说起龙安寺，它应该就是京都的枯山水的代表。那你如果要说京都哪里有枯山水，可能大家就要说龙安寺，因为你看它的门票上就已经，这就是它的那个方丈的那个枯山水，就是长这个样子。我们现在要去看这个枯山水，我们去了解一下枯山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枯山水会成为日本的代表，为什么龙安寺的枯山水如此有名。好，我们来到龙安寺的方丈的门口啊，它写着那个石庭拜观入口啊，所以它著名的枯山水就是它所谓这个石庭，我们把它叫做753庭。为什么叫做753庭呢？待会儿我们进去看一看，就能立刻能明白。那我们今天来的路上虽然下着雨，全是外国人，可以看得出它在世界上是多么的知名。那我们进去看一看吧。有没有感到轻松很多？终于不用撑伞了。对，终于不用撑伞了。这里写着让我们都很熟悉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对，我们一进来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展示着它这个石庭的这个图。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这是点字吧？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石庭本身是可以让盲人来触摸的，他们看不到，但他们可以通过这个触摸来感受到这个石庭什么氛围。就是你可能在所有的很多地方参观，但是能够触摸的世界遗产，在京都也只有龍安寺会有。我觉得这个做得非常贴心，大家都在感受这个枯山水。这个就是传说中的753庭园了。那这个庭园为什么会被叫做753之庭呢？先说一个背景啊，在东方文化里面，15这个数字呢，在古时候被认为它象征着圆满。那另外呢，奇数也被认为是吉利的数字，所以石庭中的这15块石头，你从东开始数，它分别是5和2、3和2或者3。一共有3组，那每一组的石头的数量加起来都会变成753，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都是吉利的数字。那再把这3个吉利的数字再相加呢，就会变到象征圆满的15。虽然无从考据是为什么，但是你能感觉到它是经过精心构思的。你知道，在日本，我眼前这个景象就被称之为禅。我刚刚其实有一个感受，就是我们出去旅行，通常都会说下雨天不是好天气嘛。那我刚刚坐在这里感受庭园的时候，突然感觉到，就是我以前在晴天没有体会到的更多的风情。就我突然觉得下雨天是逛京都寺院的好天气。你知道龙安寺的枯山水有一个秘密吗？就我不是有跟你讲，它有15块石头吗？虽然寺院就设置了大家坐在这个位置来看这个庭园，但是不管你坐在这一排的任何一个位置，都只能看到14块。但
但是有一个很有趣的，我有一次来到这个地方。因为龙安寺是那个日本的中学生来休学旅行都会来的，然后他们通常会有一个出租车司机，然后负责一组学生，就带着他们来这里面讲解。我有一次坐在这个地方偷听，我知道了在哪里能看到15块石头。我们起立，我们把位置让给后面的人。但你对角线的走到这个地方来，然后不能坐着看，要站着看。请大家下次来的时候站在这个位置，我们来数一数。现在被人遮住了视线，但是在没有人的时候，我告诉你们这个点是可以数到15块石头的，请大家下次来数一数。以及这后面的房间其实是不让进的嘛，但是据说在里面的房间里面站着也是能数到15块石头的。那大家下次自己来亲身验证一下啊，这是我从京都的出租车司机那里学到的。还有一个点啊，因为现在是冬天，所以这些树都枯萎了，但是后面的那棵枝垂樱，据说是上上一代的住址种的，所以这个地方在樱花季，现在是1月嘛，大家看这个节目是1月，那到了3月、4月的时候，那个枝垂樱开了，这个地方也是非常美丽的，就是大海、山水以及远方的樱花，大家一定来看一看。对，我们看到这个东西，它叫做茨库拜敦具。那个地方哦，你从最上面的那个开始往下读，它其实写着“无为知足”，我应该要感到满足。我觉得它解释了我坐在那个地方看不到15块石头的原因，就是我应该感到知足，感到满足，不要去追求那个圆满的状态，在没有达到圆满之前，我应该感到满足。来，刚刚有在跟我们摄影师放大话说，我绝对不在这里买周边，但是因为刚刚我觉得这个口字的结合真的太妙了，就是买了一个钥匙扣。其实哦，我们刚刚说到龙安寺是京都那个枯山水的代表嘛，但是你知道它那个枯山水其实一直到江户时代的时候都是丝毫没有名气的，是昭和时代之后才被人知道的，因为那个伊丽莎白女王来过这里，然后说这个庭园非常好，就在世界知名了。那在江户时代更有名的是这个叫做镜容湖的水池，这个地方非常的美丽，到现在都非常美丽，就是它会在春天有樱花，秋天有枫叶，以及夏天的时候很多睡莲，就开满了睡莲，这个是非常美丽的。在平安时代的贵族是会在这个水上泛舟的。我们现在就走去金阁寺吧，带大家走一走那条串联2个世界遗产之间的世界遗产之路，大概1.5公里。好，你看它门口其实有很清晰的指示牌啊，这条路叫做 Kinukake no 路。Kinukake no Kinukake no 道。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地方嘛，然后往这边可以走到金阁寺，这个是我说的去的另外的一头可以到仁和寺，那你可以花1天走这条。那我们现在就沿着这里走去金阁寺，大概20分钟。你知道为什么这条路叫做伊利之路吗？附近有个山叫做伊利山，然后这个伊利山它其实又写作伊挂山，就是说以前有一个叫宇多天皇的天皇，他为了让人们在夏天也能赏雪，他就花了大价钱把那座山盖上了白布，就是挂着衣服的山嘛，就叫做伊挂山。据说在几十年前，它还叫做世界遗产之路，它是没有名字的，它是从当地的人之间募集，然后大家就取了这个名字。但这条路感觉就是很一般的公路，对，它并不像散步道，它是公路的感觉。你要哪一个？这么好，那我要这个。这个是我觉得冬天的便利店让我感到最幸福的东西，就是所有的热饮。我以前一直不知道为什么要设计成这个大小，直到有一天在穿着大衣的时候，我发现它的盒正好是
这个大小的位置，就你觉得你即便没有带包，它也有一个很好的挂处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太贴心了。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冬天的便利店实在让我每次看到都会忍不住要买的。我一定会买这个，真的是忍不住。你不吃哈？不是我不给你啊。好，我们现在花了20分钟时间到达了金阁寺的总门的门口啊。那我们现在要进去了，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你看到后面这个黄色的墙，你数一下上面有几根线5根五线谱。五线谱哦，你的解读是五线谱，不错。对，为什么它会有5根线呢？如果你在京都待得久了，你会发现这个墙有的是3根线，有的是4根线，有的是5根线。这个线叫做定归经。它一般是会在跟天皇有关的皇家御苑，或者是等级非常高的这种皇家寺院才会有。那5根经代表它是最高规格的，比如说金阁寺啊，或者是我们的旅馆附近的2条城啊，或者是东寺啊，那这些都说明他们在京都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那这就是金阁寺的地位。人真的非常多，在下午4点还那么热闹，真是不愧是金阁寺。大家还记得我曾经向大家展示过一张银阁寺的门票吗？没错，大家说这张跟那张是一对，可以一起放在家里面。这2个寺院的门票本身，它就是像御守一样的存在。这里写着了开运招福、家内安全、福寿如意。那我们也在新年的节目里面把这句话送给大家，祝大家福寿如意。那我们进去看金阁吧。金阁寺比银阁寺更早建成，是四丁目府第3代将军足利义满所营建的北三殿，于1398年建造成的金色舍利殿，也是四丁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建筑之一。当时的寺域面积之大，可以京都御苑相匹敌，日本的政治中枢也集中于此。义满将这里作为自己政治与生活据点，营造出极尽奢华的空间。在他去世之后，北三殿被改为禅寺，取名鹿苑寺，而作为其象征的舍利殿，因为通体贴金，被称为金阁寺。当时建造金阁寺的足利义满是日本拥有最强大权力的将军，据说他实际上怀有篡夺天皇家地位的野心。为此呢，他需要在京都修建一座宏伟的寓所，以展示自己的权力与财力。我刚刚其实有说龙安寺那样的枯山水其实是很适合在下雨天鉴赏的嘛，但是其实老实说，金阁寺像它这种以金为主题的这种毫无内敛和隐藏的这种建筑，它其实老实说下雨天不是最适合看它的天气。金阁寺就应该在大太阳的天气里面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面前这个水池里面其实可以看到倒影的嘛，这个东西叫做历金阁。就是这个历金阁也是人们观看这个金阁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吧，可以说。但是在下雨天，它的这个倒影就没有那么的好看。如果是一个大太阳天，它就是那个金灿灿的那个效果，真的是非常美丽、非常惊人的。你觉得金阁寺最美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时候呢？下雪吧。没错，雪金阁。虽然京都不是一个每年都下大雪的城市啊，但是只要早上一飘起雪，寺院的门口从开门前就排着长队。你怎么知道金阁寺有没有下雪，它有没有积雪呢？我金阁寺可厉害了，它主页上有那个24小时的24小时的摄影机，就是你今天早上你可以就点进去看一下它有没有积雪，然后你就决定要不要来。讲真的，我来排过2次，真的非常的美。你不是想看那个雪金阁是什么样子吗？哦，它好贴心哦，它有给你展示不能去的内部的样子，以及一张雪中的金阁寺。没错，就是这样，那个雪和太阳光让它更加的闪闪发亮。然后你看我们没有进去的那个内部，它的整个天花板和墙壁也都是用金箔贴成的。我其实现在有一点想知道它现在值多少钱。现在是想要知道它值多少钱？你回头帮我计算一下。好，就是20公斤乘以当日金价，它值多少钱？
好，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参观完了金阁寺，我们就要出去了。那其实有一点可以说一下，因为金阁寺它作为从前的将军的别墅嘛，所以它的地理位置其实稍微有点远的，住在市中心的很多地方都很不方便。那参观金阁寺住在哪里最方便呢？我觉得在京都站附近。京都是为了方便游客们参观各种世界文化遗产，它会有专门的通往各个有名的景点的公交车，那到金阁寺也是有一班车的。那正好呢，我们古灵君旅行在京都站的附近就有一间很新的酒店啊，叫做京都站东29，正好也回酒店去休息一下，我们就回去吧。好，我们现在回到了我们的古丁君，熟悉的古丁君的 logo， 古丁君酒店啊。那这一栋是京都站东29，回去休息一下呢，大家可以出去吃个饭。那带大家看一下我们这间酒店长什么样啊？こんにちは。金谷と申します。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ではお願いします。お願いします。まずちょっとダブルのお部屋からご案内いたします。こちらがダブルのお部屋です。使用ダブルのお部屋もソファーベッドがついてて、これ3名利用だったらこれ広げていただいて、3名様でもご宿泊いただけるような3名まで。3名様で。こちらが寝室で、一応机とでこちらにキッチン用具等がご準備あるので、これで炊飯器等もあるので、これが、トリプルのお部屋、こちらがダブルベッドとシングルベッドのあるお部屋になってまいりまして、こちらが基本3名様利用でいただけるお部屋としてご用意いたしております。一応このソファーベッドではなく、ベッドタイプのもので3名様ご利用いただけるっていう部屋になってまいります。はい、失礼いたします。あ、こっちは広いですね。ちょっと広めの一番広いタイプのお部屋でデラックスキングというお部屋なんですけど、マッサマッサーージジチェアがある唯一のお部屋で。对，这个是有那个按摩椅的。大歓迎。ね、ちょっと京都で歩かれて疲れた方とかにはすごいマッサージチェアあってよかったよっていうのはお言葉いただけるので、ここのシャワールームは全部同じ。全部こちらは同じで洗濯機が備わってるのと干すのがあるのと、あとこちらにハンガーと準備させていただいて、洗濯機した後にこっちで干していただけるようにっていうのでご準備しております。はい、失礼いたします。一応ここがツインでシングルがお二つで、プラスまたソファーベッドっていう感じで、ご友人同士とかだったらちょっと同じベッドがちょっと男性同士とかでなんかちょっと一緒に泊まるのはっていう方とかだったら、このツインのお部屋とかで3名予約していただく方とかも多くいらっしゃいます。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一期金阁寺和龙安寺的节目又到此结束了。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光去逛龙安寺和金阁寺已经花了半天时间，回来正好是晚饭时间。那如果大家还想去仁和寺的话，最好安排1天时间，慢慢在那边溜达。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我是作家库索，也是古丁君旅馆的主理人。我和古丁君旅馆，我们在2026年也依然会在京都等候着大家的到来。那再往后，京都的花季也要到来啦，敬请期待。那么，拜拜喽。